做了一些 research， 发现原来这个 Singapore Girl 是法国人创造出来的，在庆祝国家独立。可是你的形象要靠别人来帮你做我就买了那个服装，然后穿上来就拍照或者什么，就变成我就是新加坡girl，告诉别人说我们的家乡里的那些有名有意义的地方为荣。我一直以来一直在做 live performance， 不像那个戏剧，你要有剧本啦。我做作品，我就是把很多东西都融入在里面，包括来看艺术的观众。我的创作是让它自然的发生。有一次我在波兰展出，那个是个 Let's Walk 那个作品，所以我就咬着我的那个高跟鞋，然后一边走，然后一边用那个镜子看后面。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人在我的耳边耳语：如果你不把你的那个高跟鞋拿掉，我会抢走。那这个人真的就这样做，抓住我的那个高跟鞋跑掉了。那旁边跟我在一起表演的人看到了，马上把他们的鞋子给我，然后追到那个人去。突然间发生的事情丰富了整个作品。Let's say 是好像 coffee shop 的这个场景，然后观众可以随时喝杯茶或者是掰一把豆芽，然后分享故事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只是 offer 这个场景，这个 platform， 让人可以聚在一起。我生长在那个时代，亲眼经历这些变动。中欧刚刚要和平了，那苏联要瓦解了，可是我们创作出来的东西并没有触及到那些变化。那个时候的新加坡，我只是跟以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已经被逼到你要做这个才有用，做这个才适合。其实作为年轻人，你要去试试看。对我来说已经迟了，因为我30几岁。可是如果我不去试试，我将后悔一辈子。我试了，即使失败，我也甘愿，所以我才辞职了。我现在很感激我做了那个决定。我不肯认输，因为我觉得越是不能创作，里面应该是更有值得探讨的东西。那个时候你把表演带到外面去，你是要申请的，可是我就偏不要申请。我就说有什么办法我可以不申请，可是我还是可以做。后来就看到人家遛狗嘛，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不可以拉我的凳子去遛狗，给它改造，然后变成艺术作品。我就带这个物件，加一条链，加上轮子，然后就可以去做我的表演了。带它到街上去，从那个 Bugis 走到伊势丹。离开了我的工作，然后要搞艺术，我妈妈她一直不了解，我又没有办法让她用她的方言让她明白。我就想说，既然我不能够用语言来让她了解，不如让她跟我一起创作，这样来让她明白我做的是什么东西。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曾经抱过我，然后我们有照片 baby 的时候，到现在就好像都还没有拥抱过。
因为华人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。拥抱就是很容易就变成把那个关系拉近了，肢体的接触。其实我妈妈是很难受的，当我在跟她拥抱的时候，这个经过拍了很多的照片以后，她才觉得慢慢开放。我们还以为说我们可以庆祝她的100岁生日，这个作品给她，可是就是来不及了。这一次威尼斯双年展，我的作品叫做 A Pause。好像在我们一般新加坡的那种生活的节奏比较快的地方，那中间的那个停歇，我们都不把它看得很重，就让我联想到我们一般日常不知不觉的休息，那我们的肢体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就是看着外面发呆，躺着，或者是看一本杂志，这一个让看的人就觉得说 repetition 的那个动作的影响，然后会联想到自己休息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整个 pavilion 就有建筑工程的部分、录像的部分、黑白照片的部分，3个加起来。它开放的时候，观众一进来就变成是另外一个部分，叫做 live performance， 已经参与了表演的部分。我就觉得自己很骄傲，艺术创作给我一条生路，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。